我人生中最好的7年给了顾长策，但给他生了3个儿子，都没能换来顾太太的名分。更可恨的是，我在产床上垂死挣扎时，他正和林梅卿卿我我。幡然醒悟的我，猝然抽身，告诉他：顾长策，我不要你了。等我将他从人生中彻底剔除时，他却雨中跪求我，要给孩子一个完整的家，亲情长相守，真情在人间。大家好，我是秋兰，欢迎观看《真情人间》。意外早产，倒在血泊中，耳畔是纷乱的急救车声和嘈杂惊恐的尖叫声。我以为自己要死了，九死一生，拼尽全力，我终于给顾长策生下3胞胎儿子。等我再睁开眼，就看到有心人推送的消息：朝氏首富顾氏太子爷顾长策在港城一掷千金，为林氏大小姐林梅拍下1枚5克拉彩粉钻戒。画面中那枚粉钻梨形切割，搭配简单的镶嵌，显得那么优雅高贵。与林大小姐的不可一世还真配呢。我不禁自嘲，委屈的泪水肆意流淌，打湿了我苍白狼狈的脸庞。明知道我怀的是3胞胎，随时都可能早产，顾长策还是满不在乎的说走就走。他肆意张扬的底气，都来源于我爱他，爱得毫无保留。可是从今天开始，我要收回我的爱了。顾长策18岁，我以模特身份出道。顾长策伏低做小，追了我3年，我才答应跟他在一起。但顾长策是个不婚主义者，尽管同居4年后，我意外怀孕，并且怀了3胞胎，顾长策也没能同意跟我结婚。顾家父母更是鄙夷我圈里的身份，说我没有资格嫁进顾家。在怀孕期间，为了给孩子们争一个名正言顺的出生权利，我和顾长策之间发生了无数次争吵，但每次都没能换来顾长策的妥协。即便孩子5个月时，我气得差点流产，顾长策都没同意娶我，给我一个顾太太的名分。那次以后，我对顾长策的感情忽然间一下子就淡了。住院养胎期间，我意识到肚子里的3个孩子才是我生命中最重要的一部分。所以从那次以后，我再没闹过，安静下来，一心一意的养胎。见我又恢复了初见时的金贵淡然，顾长策也开心起来，如往常一样关心呵护着我和肚子里的孩子，好似只要我不提，他就能遗忘了我们之间不可调和的矛盾。我和顾长策表面又恢复了以往的温馨甜蜜，可是我知道我和顾长策没有未来了。从那以后，我开始为生产后的生活做准备。和顾长策相识相爱7年，他只知道我是一个模特，岂不知我的服装上市公司规模不知比顾氏大了几倍。这服装上市公司还只是我名下产业的一种，父母常年旅居国外，把国内的产业都扔给我和哥哥管理，而哥哥又是个宠妹狂魔，把我惯得恨不得上9天揽月，下5洋捉鳖。所以在我以玩闹的态度给自己设计的服装代言一夜爆火后，才被顾长策给缠上。如今我25岁，还没人老珠黄，就落得个被抛弃的下场。再看看襁褓中3个可爱的儿子，我擦擦眼泪，果断拿起电话：哥，我想家了。好，哥哥马上去接你。听哥哥仍是一副妹妹的话就是圣旨的老样子，我委屈的哽咽，又故作坚强的道：哥，告诉你一个好消息，你做舅舅了，记得多带几辆车来，我们4个东西有点多。什么？我做舅舅了，还你们4个？悠然，你可别胡说。哥，见到他们你就知道我说的是不是真的了。话落，我没给哥哥多问的机会，挂断了电话。
抱着3个睡得无知无觉的儿子，我哭得也像个委屈的孩子。不久，别墅里的王嫂送来了月子餐。谢谢你，王嫂。我顶着浓重的鼻音，躲闪着王嫂关切的眼神，勉强笑了下。王嫂心疼极了，连忙道：悠然小姐，月子里可千万不能哭，不然老了眼睛是要遭不住的。再说，顾先生回来会心疼死的。我不语，埋头喝汤。顾长策会心疼吗？应该不会。这次带着林梅去出差，半个月间，他可是一个电话都没打回来呢。他明明知道孕后期我怀3胎有多辛苦，可他还是只顾着自己潇洒，丝毫没把我们母子放在心上。是啊，我忘了，顾长策原本就是个风流浪子，他是不会为哪一个女人永久驻留的。捶了捶堵得喘不上气的胸口，我艰难咽下最后一口汤，道：王嫂，我吃饱了。哎，好的，悠然小姐，我这就收拾。你呀，也得赶紧躺下。女人坐月子一定得多躺着，养腰身。还有啊，不管谁来，都少说话，养元气。听着王嫂像妈妈一样的喋喋不休，我的眼圈再次红了。我蒙上被子，声音闷闷的：王嫂，我睡一会儿，你帮我看着点3个孩子。那是一定的，悠然小姐，你放心休息吧。王嫂给我将被子从头到尾掖好，还不忘嘱咐：悠然小姐可得当心，月子里千万不能受了风。被子下的我早已泪流满面，颤抖不已。我想妈妈了。好在王嫂麻利地收拾好，便去了隔壁，没听到我压抑的哭声。不久后，隔壁隐约传来王嫂欣喜地夸赞3个孩子的声音。我想，王嫂一个仅仅被雇佣了9个月的没有血缘的人，都对3胞胎如此喜爱，顾长策为什么就能那么狠心，抛下我们母子不管不问呢？难道仅仅4年，他狂热的爱就已经被日常的琐碎消磨得没剩半分了吗？哥哥来的速度很快，他不仅带来了最高级的防弹保姆车，还开来了一辆超大的房车，跟随而来的还有产科专家、育儿专家、金牌月嫂和顶级保镖。总之，哥哥的阵容惊呆了医院里所有的人，包括从来不知道我身世来历的王嫂等人。顾长策为我和孩子雇佣的人，我一个都不打算带走。哥哥给他们每人发了3个月的工资后辞退了。临走，我也没回与顾长策共同生活了4年的别墅，那里的东西我一点也不留恋。既然决定了结束这段感情，就结束的彻底点。我从来不喜欢拖泥带水、藕断丝连。月嫂和育儿师拿了我的钱，自然要听我的话，所以包括王嫂在内，从我生产至今，都没有人敢违逆我的意愿，给顾长策打电话通风报信。所以，直到我带着3个儿子，跟着哥哥连夜离开这座伤心之城，顾长策都不知道我生产了。回到帝都，我直接被哥哥送去了最顶级的月子中心坐月子。哥哥打算让我在那里住满3个月，同时他还先斩后奏地通知了远在国外的爸爸妈妈。爸爸妈妈一听说他们有了3个外孙，震惊之余是狂喜，连夜飞回国内。在月子中心住下的第2天，我就见到了风尘仆仆的爸爸妈妈。悠然，我的宝贝，妈妈看着我仍旧苍白的小脸，妈妈心疼的落泪。我的所有屈辱也在见到爸爸妈妈那一刻爆发，抱着妈妈哭得撕心裂肺。爸爸搂着我和妈妈2个也红了眼眶。宝贝不哭，爸爸一定要让顾长策付出代价。而一旁的哥哥更是愤恨地攥紧了拳头。朝氏顾家现在应该已经乱套了吧？在我和哥哥返回帝都的当晚，哥哥就命令陶氏集团取消和顾家所有的合作。
包括正要签约的投资高达1亿的大单子，都被哥哥果断撤资。他们更不知道，我带着3个儿子彻底消失了，回到了家人身边。我再次做回了家里的小公主，3个孩子全由爸爸妈妈接管，我则是专心坐月子，每天除了按时睡觉、定量吃饭，就是跟着健身教练做产后瑜伽，重塑身形。哥哥则是忙得不见踪影，偶尔跑来看看我和3个儿子，也是来去匆匆。看着哥哥憔悴了许多的俊脸，我心疼极了。哥哥，对顾氏的惩罚不急，等我休养好了，我可以亲自动手，不需要。以后你只管带好3个小宝贝，外面的事都交给我们男人。听着哥哥对我的维护，我感动得再次红了眼眶。哥哥最见不得我哭，赶忙道：“妹妹别难过，都是顾长策该死。”是啊，顾长策的确该死。跟他在一起7年，我流的眼泪比我之前活的18年不知多了多少。3个儿子都长得更像顾长策，但这并不影响我们全家人对孩子的喜爱。看到3个儿子白白嫩嫩，仙童一样扛打的颜值，我安慰自己，就当是向顾长策借了个种。于是我给儿子取名陶其安、陶怀安、陶于安，并且以陶家长孙的名义上了户口。父母哥哥对外声称，入赘陶家的女婿已意外身亡。家人的做法仿佛给我积郁在胸中越来越多，马上就要爆裂的郁气打开了一个缺口，开始渐渐消散于无形。离开朝市那天，我就切断了和顾长策的所有联系。整整3个月，我亦没有一次说起过顾长策。在家人面前，我表现得一如7年前那样的乐观、强大。但越是这样，爸爸妈妈对我的担心越多。知女莫若母，顾长策是我第一个真心爱上的男人，我不惜顶着情妇的骂名，给他生下3个私生子，足见我是爱惨了顾长策的。父母可以想象，我的心被顾长策伤的是怎样的千疮百孔。于是，爸爸妈妈花重金给我请来了国际知名的心理医生，定期飞来国内给我做心理疏导。就这样，在家人的陪伴与呵护下，在3个儿子天使般的笑颜中，我的身心都在以最快的速度向着健康完美恢复。而回到朝市的顾长策，则是疯了一样到处翻找失踪了的我。顾长策的爷爷和父亲得知我生下了3个男孩后，恨不得立马接我们母子回顾家，而顾长策的母亲却一反常态，死活不同意我们母子进顾家的门。顾母心仪的儿媳妇是林家大小姐林梅。6个月后，顾家生意经过陶家的持续打压，濒临破产，而我的身心健康都恢复到了巅峰状态。这时，父母哥哥解除了对我消息的封锁，但关于我陶家大小姐的身份，顾长策一时半会还查不到。我也打算重回朝市，我的服装上市公司总部还在那里。顾长策的电话几乎是在我电话畅通的第一时间打进来的。事隔半年，我在听到顾长策的声音，恍如隔世。悠然，我是长策，你在哪里？告诉我好不好？我好想你。悠然，把你弄丢了，我才知道我有多爱你。悠然，再给我一次机会好不好？我听着电话里，顾长策只一味地祈求我的爱，绝口不提娶我，给儿子们一个光明正大的身份。我突然觉得自己还是不够果决，我压根儿就不该再和顾长策有半点牵扯。于是我语调骤冷，打断顾长策的深情。可是顾长策，我已经不要你了，以后陶悠然和顾长策再无瓜葛，希望你洒脱一点，不要再来打扰我的生活。话落，我再次拉黑顾长策，告诉身边的助理小文换新号。
好的，陶总，是的，为了以后不和哥哥发生财产上的纠纷，我将自己的产业从陶氏分离了出来，成立了新的安享集团。这些产业以后都是要留给我3个儿子的，不管我以后再不再婚，我都绝对不会再生孩子了。回到巢氏，我自己的别墅，果不其然，看到了徘徊在门口的顾长策。看清楚车里是我后，一股狂热涌现在顾长策脸上，他不要命地朝车子扑来，拍打着车窗，大喊：“悠然，悠然！”我蹙眉，助理小文和保镖几白同时从后视镜里看我，我有些烦躁，声音冷厉：“开进去。”是，陶总。保镖兼司机几白一脚油门，车子擦着顾长策的衣角驶进别墅。顾长策后退一步躲开，然后趁机跟进来。我端坐在客厅沙发上，助理小文和保镖几白将顾长策拦在了大厅中心。悠然，让他们下去，我有话跟你说。顾长策是一个极其注重形象的人，如今胡子拉碴，衬衫皱皱巴巴，看来是真的遇到难处了。我抬抬手，助手小文和保镖几白退下。顾长策一得到自由，便扑通一声跪在了我面前，声泪俱下：“悠然，对不起，都是我的错，我不知道你会早产，更不知道你吃了那么多苦，对不起，悠然。”事到如今，顾长策的这些忏悔，我一点也不想听，质问他：“顾长策，你知道我是因为什么早产的吗？”我从包里拿出一堆照片扔给他。为什么？顾长策懵逼，眼前一堆都是他和林梅睡了的证据，这可是他亲妈奔着让我一尸四命送给我这个即将临盆孕妇的大礼。顾长策作为当事人，怎么能不见识一下他亲妈的恶毒？看清一切的顾长策连忙爬过来解释，手刚要碰到我的膝盖，我嫌恶地躲开。悠然，别生气，这些都是假的，都是我妈逼我娶林梅的手段。可是我真的没碰林梅，你信我？悠然，顾长策信誓旦旦，但我不信，也没了耐性，索性将他从黑名单中拉出来，将他妈妈发给我的视频发过去，你自己看。顾长策瞬间慌乱，欲言又止。悠然，我少请。他惨然一笑。悠然，如果说我是被亲妈给下了药，送到林梅床上的，你会不会也觉得可笑？我的心无波无澜，一脸无所谓地看向顾长策。顾长策眼中的光瞬间熄灭，踉跄起身，祈求着：“悠然，真的对不起，但是能让我看看儿子们吗？”顾长策眼中的真诚让我丝毫怀疑不起来。我沉吟：“以后吧，孩子还在帝都，爸爸妈妈不允许我带着孩子四处跑。谢谢你，悠然。”顾长策的喜悦溢于言表，还要说什么？电话响起，我起身上楼。顾长策慌乱，接着电话打算跟上来。保镖几白，高大威猛的身躯肆意堵墙，挡在顾长策身前。顾长策被强行送客。助理小文敲门：“陶总，大陶总到了。”“好，我马上就来。”哥哥跟我一起来巢氏，是爸爸妈妈放我回来这里的唯一条件。在认识过了人性的至恶之后，我也不敢再任性妄为，毕竟顾家还死而未僵。华灯初上，巢氏最豪华的7星级酒店顶楼宴会厅，湖光交错。今天这里聚集了巢氏以及全华国最顶尖的智能机器人研发公司的大佬们。我们陶家大部分资金流来自国外产业，所以在国内才没有那么引人注目。但今天全宴会厅的大佬们都知道，有一位神秘人物到来。等我身着一袭华贵的礼服，画着最青春精致的妆容，挽着哥哥的手臂，进入宴会厅的刹那，我们兄妹成了宴会的焦点。
顾长策第一时间把视线定格在我的身上，再看我身边颜值胜于顾长策的哥哥，他眼中似有痛苦闪过，但仍大步朝着我走来。别怕，哥哥在。感觉到我有一瞬间的紧张，哥哥忙体贴地安抚我，我嗯着，微笑点头。这情景看在外人眼中，就是我和哥哥在深情对视。总有一些人又蠢又毒，蹦出来恶心人。顾母和林梅一副母慈女孝、高高在上的样子，挽着手臂走到近前，嗤笑出声：“哟，陶小姐，这是又攀上高枝了。妈，您慎言。”顾长策言语中带着几分警告。顾母顿时心虚，可林梅看着我产后依然美貌如初，仅有的一点脑子也被极度吞没。策哥哥，陶悠然就是一个人尽可夫的女人，你还要维护她到什么时候？啪的一声，我甩了甩打疼了的手掌。林梅，不要用你那龌龊的心思去衡量别人。我从小受过的是和哥哥一样的继承人教育，即便我在愤怒，也说不出市井泼妇的恶言恶语。所以此刻我和林梅的修养高下立见。陶悠然，你敢打我？蠢货，打都打了，还有什么敢不敢的？我懒得再看他一眼，可顾母却不愿放过。大庭广众之下踩我一脚的机会，泼妇一样大喊大叫起来：“陶悠然，你敢打我的梅梅，我就把你的丑事曝光，大家都来看呐！就是这个女人不要脸，缠着我儿子，想要嫁入豪门，山鸡变凤凰，还生了。”又是啪的一声，顾母像被掐住脖子的老母鸡，顿时没了声响。我转头，顾父一脸铁青，打人的手还停在半空颤抖。顾长策站在父亲身后，眼中有着解气。顾母和林梅不知道，今晚开场一闹，他们把本来就四面楚歌的故事直接推入了万丈深渊。此刻顾父恨不得生撕了蠢妇顾母。来人，把夫人送回去。顾父身边的人立刻上前拉着顾母离开。顾母不甘心，继续大放厥词：“陶悠然，你永远别想嫁进顾家，顾家的儿媳只能是梅梅。”顾父大怒，堵上他的嘴。保镖听命，现场终于安静下来。林梅被顾父嫌恶的眼神一扫，立刻灰溜溜回到了自己母亲身边。“对不起，悠然。”顾长策一脸歉意：“无所谓了，但我不喜欢再看到他们，我会处理。”顾长策言辞凿凿，目光赤果火热。顾父则是像听到了什么风声，直接粘上哥哥不放，一叠声地替顾母道歉：“是我们顾家对不起悠然，陶总您大人大量，以后我们顾家定会好好对待悠然。”“不必，我妹妹自然由我们陶家来养。”哥哥的一句“我妹妹”出口，顾长策顿时愣住，继而我在顾长策脸上看到了狂喜。他在狂喜什么？知道我哥哥是今晚的神秘大佬，顾氏有救了，还是庆幸哥哥不是我的下家？可笑！我和哥哥耳语几句，目不斜视，走向我今晚的目标。哥哥一脸宠溺地目送我和对方交谈上，才收回视线。下一秒，哥哥又变回商场上杀伐果决的霸主，对待顾父的曲意逢迎。哥哥丝毫不予理睬，走向他处。顾父碰壁，把希望寄托在儿子顾长策身上。为了挽留顾氏，顾父也豁出老脸了：“长策，你务必要求得悠然的原谅。”顾长策不语，目光沉沉，晃动着手里的酒杯。下一秒，他说了一句看似无关紧要的话：“爸，你说妈为什么那么执着于我娶林梅？”顾父也无语，他也看不懂那个蠢妇为什么就像被下了降头，一直认定和他一样没脑子的林梅做顾家媳妇。不必理会你妈，顾家做主的始终是我和你爷爷。你爷爷已经等不及看曾孙了。
顾父拍着儿子宽大的肩头，眼中流露出对儿子顾长策由衷的喜爱。顾长策心中一痛，眼中却毫无波澜。宴会上，几家实力强大的智能机器人研发公司入了哥哥的眼，接下来可以进一步研究具体合作事宜。顾氏要是没伤筋动骨之前，有陶氏悄悄在后面支撑着，或许还有资格跟着喝口汤。可是现在，顾家欠着我们母子4条命，哥哥没立刻对顾家下死手，都是看在我的面子上。爸爸妈妈，哥哥是在给我和孩子留后路。哪天我和顾长策复合，顾家就能立刻起死回生。可我是不可能走回头路的。我的心在拼死生下3个孩子那天就死了。整个晚上，顾长策都若有若无地关注着我，但却没再令人厌烦地凑到我跟前。回到别墅，不出意料的，顾长策又蹲守在门口。哥哥怒了，踢开车门，脱下西装外套，随手扔掉。顾长策，你找死！哐哐哐，几拳砸在顾长策的俊脸上，顿时血花四溅。顾长策不还手，死狗一样，任凭哥哥打。保镖几白看我一次又一次，拳头也蠢蠢欲动。我瞪他一眼，几白老实了，哥哥是业余拳手，打一个不还手的顾长策，吃不了亏，又能为我出气。我不制止，可几白一个从特种部队退下来的真正高手，是能打出人命的。我不会让发小几白为了我脏了手。一个顾长策还不值得我陶家伤敌1000，自损800。还手！懦夫！顾长策越不还手，哥哥心里越不痛快。7活8不活，顾母挑在我怀3胞胎8个月的当口，故意刺激我早产，是要我们母子4个的命。作为我的爱人、孩子的爸爸，顾长策却在和另一个女人卿卿我我，哥哥怎能忍住不狠狠揍他一顿？也许顾长策正是抱着这种歉意，才任由哥哥打到出气吧。对不起，顾长策抱着头不停道歉。可他越是这样，哥哥的火气越大。最后我无奈出声：哥哥，打累了我们就回吧。好，看在我和孩子份上，哥哥收了手，挽上哥哥手臂。我看向躺在地上的顾长策，眼中一片淡然。回去吧，以后别再来了，再来我也不会见他。既然决定结束了，我便不会给顾长策任何机会。轻点儿，你这丫头是不是又心疼那狗男人了？给哥哥上药，他也不消停。我翻了个白眼，幼稚。我知道哥哥是在不停试探我对顾长策的爱还剩多少，所以今晚哥哥揍他我一句不劝，就是要让哥哥知道我是真的不要他了。最后哥哥还是忍不住问：真不要他了？不要了。可3个孩子，有我这个强大的妈妈在，我相信儿子会快乐健全的长大。哥哥沉默。以后我会加倍对外甥们好。好，家人的善意永远是真诚的。有了疼爱他们的舅舅，相信孩子们对成年男性的交往渴望会被减弱。回到卧室，助理小文小声说：顾先生还没离开，不用理会，我自顾自去卫生间洗漱，虎肉剂对我没用。再说顾长策的这点皮肉伤跟我和孩子的命比，不值一提。入夜，外面下起了大雨，顾长策就那么在雨中跪了一夜。管家戚伯看不下去，给顾长策送了伞，但顾长策走的时候是空着手的。翌日，我是陶家大小姐，哥哥是陶氏集团总裁的消息上了热搜，曹氏对我和顾长策的传言又多了几种。陶家大小姐隐藏身份，寻找真爱；顾家丢了西瓜捡芝麻，得罪了陶氏。故事还能苟延残喘多久？林梅 vs 陶悠然，真假大小街高下立见。顾母在家里摔了一整套瓷器，从外面回来的顾父撞见，
又扇了他一巴掌。蠢妇，当初要不是你拦着悠然进门，我们顾家能有今天？顾父和顾老太爷肠子都要悔青了。要不是当初任由这蠢妇撒泼打滚，现在顾家不说飞黄腾达，也是儿孙满堂。可是世上没有如果，顾家这样的泥潭，我是不会继续眼睁睁再往下跳的。顾母被打，却还是歇斯底里。陶悠然是陶氏大小姐，又怎么样？当初还不是像狗一样祈求我让她进顾家门？可是顾守年，你记住，陶悠然想进我顾家门，除非我死，否则顾家儿媳的名分就永远都是没没的，谁也别想抢走。疯了，疯了！你个蠢妇！顾父对顾母的偏执无可奈何，一甩袖子走了。现在让他更着急的是，儿子顾长策失踪了。顾长策被顾父当成挽救顾家的最后一根稻草。顾长策的行踪我不关心，我只关注自己的生意。经历过和顾长策这一段无疾而终的爱情，我对朝事也没了当初的热情。我在策划着将服装上市公司的总部迁回帝都，这需要和当地政府反复拉扯，一些我不愿意出现的场合都由哥哥顶上去。即便这样，我也是忙到晕死。但我发现，这样充实的日子却让我的心境越来越平和。出来1个星期，我想宝宝们了。哥哥，明天我回帝都看孩子，你回吗？我忙，回不去了，你自己回去，跟孩子在一起多待几天。谢谢哥哥，你辛苦了。我夹起哥哥最爱吃的清蒸鲈鱼，送到他碗里。哥哥笑，就会说好听的哄我。我们兄妹的话突然被越来越近的吵嚷声打断，让陶悠然那个贱人出来。陶悠然，你把儿子还给我！我顿时不悦。季白赶紧放下碗筷，我去看看。陶总，您不要出来。助理小文也紧随其后跑出去。这顾家就任由一个无知蠢妇毁了偌大的基业。哥哥十分费解，这顾家蠢妇一次次闹腾什么，又在为谁守护什么？我陶悠然现在已经是顾太太的名分如粪土，她还有什么可闹的？我和哥哥都没出去见顾母，我们不屑与傻子争长短。季白却气得够呛，看着他被顾母挠得一条条的胳膊，我有些想笑，转身上了楼。哥哥却一脸严肃，去书房打了几个电话。翌日，我刚要出别墅，就又见到了顾长策。这次顾长策仿佛变了一个人，卸掉一贯的纨绔伪装，一身干练地出现在我面前，眼中是从来没有过的坚定、真诚。悠然，请再相信我一次，再给我一点时间，我们一家5口马上就能团聚了。说实在的，现在的顾长策看起来确实挺靠谱的，可是我不需要了。在我和孩子最需要他的保护时，他却自以为是地离开了。现在又来搞深情，我只能告诉他，迟来的深情比草贱。顾长策，我不会再信你，你也别在我身上浪费时间，没有意义了。话落，我吩咐季白开车，任凭顾长策追在车后，很久很久。回到帝都第2天，我就知道了顾长策所谓的让我再等一等是什么意思了。顾长策把2份亲子鉴定甩在了顾父和顾老太爷面前，真相大白，但无疑又是一桩豪门丑闻。顾长策是顾母买来的儿子，林梅才是顾父和顾母的亲生女儿。顾母和林家主母是闺蜜，在同一家医院同一天生产。顾母临时起意，将原本要送走的亲生女儿与林家女儿调了包，把林家女儿给偷偷扔了。这也是顾母宁死也要让林梅嫁进顾家的原因。可我不明白，顾母明明很年轻，以后还可以生更多的孩子，
为什么非要狸猫换太子啊？哥哥告诉我，顾母因不满顾父拈花惹草，在确定自己怀了男胎后，就给顾父下了绝子药，所以他这一胎必须是男孩，才能保住他豪门阔太太的地位。顾母的丑事一报，顾家、林家顿时都疯了。一个恶毒的女人毁了2个家族，林梅被林家扣下，林家扬言，顾母一天不交代出林家女儿的下落，林梅就没有一天好日子过。这回不管顾母怎么哭嚎，顾父和老太爷都没管林梅的死活，即便她是顾家的亲生女儿，也被心术不正的顾母给养废了。如今他们还不如抓住顾长策这根救命稻草，或许还有机会。可顾长策心意已决，他要放下顾家的一切，脱离顾家。顾长策不追究顾母拐卖他的罪行，就算还了顾家的养育之恩。在顾长策离开顾家那天，顾父老泪纵横追问：长策，你是不是早就知道你不是顾家的孩子了？顾长策看着一夜之间老去的顾父不语，沉默就是最肯定的回答。最终，当顾长策的身影彻底消失那一刻，顾父到了。离开顾家，顾长策马不停蹄来到帝都。陶家地址是我哥哥给他的，这是哥哥给顾长策最后挽回我的机会。可是注定要浪费哥哥的一片心意了。3个儿子都7个月大了，顾长策才第一次见爸爸妈妈把3小只养得白白胖胖，能萌死人。顾长策一见自己的3个儿子就落泪了。悠然，我对不起你，对不起儿子们。悠然，再给我一次机会，让我给儿子们一个完整的家，好不好？悠然，求你了。顾长策卑微地跪在我面前，抱着一个儿子不撒手，祈求我原谅他。我小心抱回顾长策怀里的儿子，无悲无喜地看着眼前这个我曾经爱若生命的男人，突然一下子释然了。原来我才是那个最绝情的人。顾长策，我陶悠然，不爱就是不爱了，永不反悔。悠然，顾长策急了，还想再说什么？我继续道：顾长策，你对我的爱从来没有信任，更没有忠诚，所以当激情褪去，我们的爱自然崩塌了。而你的自以为是，更是将我对你的爱彻底推开了。所以顾长策，以后不要在我身上浪费一点力气，我是不会回头的。至于孩子们，以后你可以定期来看，我不会剥夺孩子们获得父爱的权利。顾长策见我说的决绝，心中最后的一点希望也破灭了。他痛苦地又问：悠然，以后我们没有任何关系。我懂了，但我还是要说声谢谢。谢谢你，悠然，给了我最刻骨铭心的爱。以后孩子的抚养费，我也会尽一份力，随你。顾长策待到孩子们睡着，才1步3回头地走了。顾长策走了，妈妈将我搂进怀里，心疼得直掉眼泪。你这倔强的丫头，又是何苦呢？妈，我爱了他7年，到最后都没换来他一句心甘情愿地娶我。他只是想给孩子一个完整的家，那样的男人我要不起。他在妈妈怀里，我哭的孩子一样。今天的眼泪，算是我陶悠然对逝去的爱情最后的祭奠。尚未离开的顾长策听到了我所有的委屈与不甘，可他仍然没有任何解释，就这么彻底走出了我的人生。以后的日子里，顾长策基本是1个月来看孩子们1次，但每次我都选择不在场。孩子们渐渐长大，了解了我们之间的恩怨，但孩子们被我们一家教育得很好，对顾长策这个父亲没有疏远，反而一直对他敬重有加。离开顾家，顾长策自己白手起家，打拼起了一家小公司。到儿子们10岁时，顾长策的身价也有了上亿。顾长策把公司股份平分给了3个儿子，
由我给儿子保管，我没拒绝，但我和顾长策之间却再也没有任何牵扯，因为不爱就是不爱了。感谢大家的观看，欢迎大家在下方评论区讨论。如果你喜欢这类故事，记得点击订阅《真情人间》，并分享给更多的人，这会对我帮助很大。再次感谢大家的观看。